近日，美国一名承包商因用“中国制造”换牌“美国制造”卖给美军而遭来牢狱之灾，无独有偶，类似事在美国上演多次。为何此事在美国屡禁不止？中国制造对美国军方来说有何魔力？美国好莱坞电影《军火贩》中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为了应对中东战场的需求，美国国防部向美国军火制造商招标1亿发子弹，价值3亿美元。而有2个无所事事的迈阿密青年决定借机赚一笔，于是他们找到阿尔巴尼亚军火商，用低价从阿尔巴尼亚军火库买到了1亿发子弹。不过这些子弹全都是中国制造的。上世纪60年代，中国曾援助阿尔巴尼亚大量军火，其中就包括了这批子弹。为了防止事情败露，这2个青年把带中国字的子弹木箱换成了自己贴牌的箱子，伪装成本地企业生产的子弹，并成功运送到阿富汗美军手中，而驻阿富汗美军又转手交付给阿富汗政府军。但由于这批子弹制造年代过远，在战场上卡壳率奇高，引起美国军方怀疑。经过调查发现，这批子弹竟然是中国制造的贴牌产品，美国国防部被坑了。这部电影颇有一些黑色幽默的味道，然而在电影介绍中却道出这个剧情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而在现实中，类似的例子还不是个例。最近，美国 MSN 新闻就曝光了这么一件事儿。2021年8月18号，美国司法部对一家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国防企业的承包商吉姆进行了5年监禁审判，理由是这名承包商向美军出售了价值超过700万美元的军用商品。而这些商品虽然标的是美国制造，但实际上全部都是中国制造。根据吉姆的描述，多年来他一直从中国进口商品，到货后再把 Made in China 的标签剪掉，取而代之的是 Made in USA。而这些商品包括了西点军校为其学员订购的泳衣、美国陆军特技跳伞鲸骑士队的特制 T 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水瓶、美国3个州国民警卫队的 T 恤，以及美国海岸警卫队采购的6角手风琴线和钢丝银线轴，商品种类可谓五花八门。而这些商品基本都是中国制造的，供应给了美军多个部门。据获悉，吉姆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与美军各个部门签署了数十份订单，价值超过了2400万美元。拿到订单后，他会从中国采购这些商品，然后将它们运往美国的仓库。之后，他会在一家标签公司的帮助下清除了这些商品的所有原产地痕迹，并将其重新贴上美国制造的标签。也就是说，吉姆至少瞒了美军8年，悄悄给美军提供中国制造的商品。7年来一直都很顺利，但又是如何最终露馅的呢？原来，在美军收到货后，有士兵发现其标签上漂白剂一词的 bleach 被拼写成了 BLEECH， 就这个小细节引起了美国司法部门的关注。因为一般的正规制造商拥有统一的标签输入程序，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唯一的解释便是这件商品的标签是贴牌上去的。最终通过调查发现了事情的原委。据获悉，吉姆不仅被控诉违反了美国国防部签署的采购合同条款，而且还违反了美国的几项法律。因为美国国防法案出台规定，要求为美军提供商品的承包商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最终，吉姆以欺诈罪被判处58个月监禁，并被勒令支付760万美元的赔偿金。同时，他手下的4名员工因参与骗局而被判处总共93个月的监禁。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中国制造进入美军一直有着相当抵触的心态。对于以中国制造冒充美国制造卖给美军的行为，往往是从严判处。然而，即使这样，类似的事情在美国依旧是屡禁不止。2012年，美国军靴制造商威尔普的5名高官因诈骗、走私等罪名，被判处6个月到5年不等的监禁，而判处的原因同样是与中国制造有关。威尔普过去经常与中国企业合作，中国厂商负责制造靴子的靴面和鞋垫，再运到威尔普厂房进行最后一道粘胶工序。但是在美国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并开始加强对中国制造管制后，威尔普便要求中国合作商不要打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以及标注原产地，而是缝合上美国国旗或国民的商标，以此来冒充美国制造。但由于标注不明，2批货物很快被美国海关扣押。于是这家公司让中国厂商标注中国制造，待运到美国后，这家厂商同样玩起了换标签的套路。
2019年，49岁的纽约市男子拉明科恩巴什被美国军方指控涉嫌电汇欺诈和贩卖假冒商品，涉案金额高达2200万美元。据获悉，这名男子是美国军方供应商的采购人员。为了吃回扣，他先是与同国购买到美军的样品军服，并将其委托给一家中国的制造商进行复制。之后，他们以远低于美军采购价的价格，从中国制造商手中拿到商品，并将其廉价卖给美国供应商，而供应商也随后将其卖给美国政府。而这名男子被发现造假也很有意思，因为美军原产服装不仅贵，而且质量差，往往很快就磨损了，这也是美军寻找多个渠道购买军服的主要原因。但拉明科恩巴什卖给美军的服装不仅便宜，而且质量太好了，很久都磨不坏，深得美军喜爱。之后，美军便从拉明科恩巴什那求购大量的军服供应，但此举却引起了其他美军承包商的不满。然后，其他承包商开始联合举报这名男子。最终经过调查，发现了美军其实穿的是中国制造。从上述的这些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不少美国承包商即使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偷偷用中国制造冒充美国货卖给美军的原因，最主要的便是能赚取更大的利益。我们知道，商业行为的根本目的还是获得利益。而美国对于军事开支有一项出手阔绰，比如花32万美元购买391个咖啡杯，为运输机采购单价1万美元的马桶盖等等。在众多承包商眼中，美军就是一个大肥羊，有利益因素在其中，自然吸引了大量承包商。而为了获得美军竞标，承包商需要考虑商品的成本、质量以及效率等因素。而又有哪个国家制造类似的商品兼具性价比与效率呢？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比起美国制造的效率与成本，中国制造明显有着优势。即使美国承包商需要承担国际运费，他们也明白从中国工厂购买同类型产品，要比在美国工厂购买划算得多。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虽然对中国制造商品严格管控，但美国军方实际上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购买的东西是给他们在用的。现在美军还在公开反对美国政府颁布的中国无人机采购禁令，毕竟无人机要是换贴牌的话，那就太明显了。而上述案例要么是失误的太明显，要么是遭到举报才最终露馅的。在此之前，美国军方既不会去调查承包商的底细，也不会去主动追踪商品来源，这就给了一些承包商铤而走险的胆量。只能说被查出来的只是一些倒霉蛋，还有多少隐藏的案件在其中，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类似的丑闻还会不断曝光。